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歡迎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祝您平安順心。我是董進橋，馬上為您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進橋好，各位朋友好。以及陸軍退役少將李建杰，進橋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我們歡迎3位來賓加入到今天的討論。那我們今天大戰線節目一開始呢，仍然是要先聚焦到中東的戰場，因為大家都知道啊，這陣子呢，美以是展開了這個2週的停火協議啊，大家看到了一絲轉機。但是這裡頭究竟是真的要尋求和平，還是有一些障眼法呢？我們陸續帶大家來展開。因為正當各界都原本以為哦，我們這個2週時間可以來切磋一下，可以來談一下的這個時機點呢，好像可以開始降溫了。但是這個協議生效不到24小時哦，以色列沒有不甩這個停火協議，它是持續的發動大規模的空襲，而且是對黎巴嫩哦。目前我們看到傳說的消息是，不只對首都貝魯特，包括了卡貝谷地到南部的領土等等，是連轟了100個地點，也造成了這個250人的犧牲，而且這個犧牲的人數不一定都是真主黨或者是軍事人員哦，很多都是平民老百姓，所以這個背後呢，也是有蠻多這個正義性的問題哦，包含醫療機構啦。黎巴嫩現在真的都被打到無法使用，感覺就是一個人間煉土、一個煉獄的感覺。好，納坦雅胡他怎麼說？他說黎巴嫩因為不在這次的停火範圍內，所以以軍是不打算鬆手的。他說以色列軍隊的手指頭呢是始終扣在扳機上的，意思就是隨時可能會重返戰鬥。所以美以停火，但是以色列態度這麼持續強烈，也讓川普的態度也必須要跟着強硬起來。他剛才呢就說了這個持續警告，如果伊朗膽敢破壞協議的話呢，將會面對美國這個即將發動一場前所規模沒有看過這樣如此大規模的展開。如果伊朗敢違約的話，可能就在後面等着他們，感覺就是要幫腔納坦雅胡。所以我們看到前段時間美軍已經是明顯想要讓這個事態降溫了，因為現在美國國內已經為這件事情燒成一團亂，但川普也想找個台階好終結戰爭，但是以色列這個小老弟不讓老大哥離開，持續的搞事，持續的對黎巴嫩真主黨甚至是伊朗的一些勢力來發動進攻，所以感覺他現在是一個這個彈劾的破壞者，不把整個什葉派的極端勢力給鏟除，感覺以色列是睡不着覺的，絕不罷休。所以我們現在感覺是川普他能夠約束到納坦雅胡嗎？究竟這個停火是美國說了算還是以色列說了算？感覺角色已經有點對調了。那麼以色列會不會成為美國現在戰略風險最高的一個不確定性的一個棋子呢？還有讓川普的民調害群之馬就是納坦雅胡，要不要背這個鍋？來，教授。川普有要約束內塔尼亞胡嗎？我的觀察是沒有要約束內塔尼亞胡。因為川普他想達成跟伊朗的協議，他還是需要以色列同意、以色列支持，他達成跟伊朗的戰火協議。對。對於川普來講，他搞的是兩面手法，他跟伊朗說，這是我跟你之間的停火協議來談判，但是伊朗透過調解方，也就是巴基斯坦這邊有非常明確的證據顯示，非常明確哦，這個證據顯示這個停火是含黎巴嫩跟其他地方，是因為我們看到巴基斯坦的總理把他們的電文已經公布了，對。這個電文裡面公布裡面就是伊朗他們提出來的條件，那也就是除了跟伊朗的停火以外，黎巴嫩含在內，而且還有 ERS， 是就是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地區當然有爭議可以討論，對，例如說指的是加沙的哈馬斯，或者是也門的胡塞組織，那是可以討論的，是。但是明確寫出2個國家名字的，一個就是伊朗，一個就是黎巴嫩，而這個有 at 到誰呢？有 at 到第一個排名第1名的，那就是川普。第2名是范斯，第3名是盧比奧，第4名就是這個中東特使所以4個人都有被通知到，他們也都沒有表達不同意的意見，都沒有的情形下，那也就是這些訊息都很清楚了。对，中國大陸介入了嘛？介入了，那也就是很明確的，那伊朗也同意了，那就是以10點談判作為基礎，從這個10點來做談判，而不是從美國的15點談判，也不是從巴基斯坦的15點談判哦，是從伊朗的10點談判。這一點其實都表達很明白，就是伊朗這次贏了，川普輸得很慘。好，那不管如何，至少台階給川普下了嘛。對，川普趕快就下了台階。可是內塔尼亞胡在國內面對一個最大的質疑聲，
這個質疑聲是什麼呢？也就是他的反對黨認為說，這是美國跟以色列聯合的對於伊朗的戰爭。那現在美國跟伊朗已經在進入停火的談判了，而這個停火談判是含及以色列在內了。以色列是不是被棄權了？也就是被摒除在談判之門之外了。那這樣的話，內塔尼亞胡要為這一次的戰爭負起政治責任來。對於內塔尼亞胡來說的話，我們有戰果。第二個就是我們沒有說停止對於黎巴嫩的攻擊，所以他馬上就做動作了。對，那馬上就做動作对黎巴嫩進行攻擊的時候，這是經過川普的首肯。至少川普，我想他可能回答說 "up to you" 吧。就是說，那你要我對伊朗停止攻擊，那我对黎巴嫩要进行攻擊，可能川普就說那就隨你便吧，請便吧，請自便。那對於黎巴嫩來講的話，那當然就是炮火猛烈，不是对以色列來講，打這個黎巴嫩就炮火猛烈了。好，現在的情況對伊朗來講，他面對一個選擇，為什麼？因為伊朗出不出手？伊朗如果不出手，去幫這個黎巴嫩打這個以色列的話，那伊朗未來在這兩個，一個真主黨，一個就是胡塞組織，還有哈馬斯，他的領導力怎麼建立起來？特別是現在是小哈美內伊哦，小哈美內伊在3月31號，他講得很明白，就是要真主黨跟胡塞組織介入對以色列的戰爭。所以4月1號的時候，這3個地方同時對以色列進行猛烈的攻擊，這代表什麼？小哈美內伊的影響力，他的命令給予這2個國家跟地區嘛。好，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果黎巴嫩挨打了，而伊朗並沒有攻擊這個以色列的話，那伊朗怎麼向真主黨交代？這是第一個問題。好，可是如果伊朗攻擊了這個以色列的話，那美國怎麼辦？美國要不要幫助以色列跟伊朗戰爭？如果美國幫助以色列跟伊朗戰爭，美國就是一個撕毀談判的人嘛，因為當初談好的是美國跟伊朗停火嘛。對。但是沒有談說美國跟以色列打的話，美國要介入跟伊朗的打仗啊。當初的10點協議跟停火協議沒有談到這一點啊，那你美國怎麼辦？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我是小哈美內伊，我一定是攻擊以色列。我攻擊以色列以後，我來看你美國要不要撕毀合約。如果你美國撕毀合約呢，破壞停火的協議的人就是你川普。可是我覺得伊朗的反應太慢，伊朗反應慢，所以才讓川普又有空間在威脅了嘛。說如果你怎麼樣，那我就對你們怎麼樣。那這個就是因為伊朗的反應不夠快。伊朗反應如果夠快的話，今天就讓你川普的嘴巴開不了口，因為你怎麼辦？挑戰你美以了，不是美以之間的關係。是。好，沒錯，這個以色列因為現在仗着自己在這個合約的排除之外呢，他可以持續感覺好像川普給了他一個綠燈，繼續對黎巴嫩愛怎麼打就怎麼打，也是成為現在這個2週裡面最大的一個變數。我們繼續來看，弔詭的是呢，就連美國自家人副總統范斯，他都認為這個協議其實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停火。那軍方的高層凱恩也警告，這停火只是暫時終止的，美軍也是隨時可能重新再戰。那另一方面，伊朗也提及了，如果這個協議隨時破局的話呢，他們的武裝部隊一樣，跟你剛才納坦雅胡講的一樣，我們的軍人這個手呢還是扣在扳機上，隨時可以跟你來拼個輸贏的感覺。好，大家都還不願意徹底放下武器，可見現在停火背後呢還是有很多的爾虞我詐，畢竟這是戰爭嘛，兵不厭詐。那此刻川普呢怎麼辦？他又丟出了他最愛的關稅牌。他說，威脅要對所有援助伊朗武器的國家呢加徵50%的關稅，那想用經濟手段來封鎖現在伊朗的軍事補給。我想問李將軍，你認為美以雙方這個短暫停火能夠維持多久？好，如果這真的只是一個短暫的停火，大家一個緩兵之計，那挺伊朗的中國跟俄羅斯呢，他們會怕這樣的50%的關稅而縮手嗎？那如果真的這陣子這個協議破局了，伊朗獲得這個短暫的空間，你覺得這段時間他們最該補的武器跟軍需品是什麼？首先我認為中國在這場戰爭裡面，這40天，我們看到伊朗所使用武器沒有一樣是中國提供的武器，所以我認為中國並沒有提供武器給伊朗了。那之後來講也不會再提供武器給伊朗，因為中國現在很明顯的是站在一個這種客觀的公道伯的立場，在做調停。如果他本人是調停的角色，如果這時候他去提供武器給伊朗，
這個破壞了自己這個扮演的這個角色，我想對以後他要扮演這公道伯，那反而更不可行哦。可是俄羅斯就很難講了哈，俄羅斯有沒有提供武器，我們現在不得而知，因為伊朗之前有很多的武器確實是俄羅斯所提供的，包括 S-300啊。那如果說伊朗利用這段時間會補充什麼武器，我認為時間上面他就算想補充可能這個時間上面也很短暫。對。可是我們看得出來，伊朗現在所欠缺的武器，最主要是制空的武器，它所欠缺的。那短程的，他這次能夠擊落這個美軍的，不管是 F-15E 或者是所謂 A-10攻擊機，大概都是用按照川普自己的說法，是這個肩射型的防空導彈。那射程大概都是這個5公里左右，射高頂多了不起也就是6公里。那主要是美軍自己採取低空，有一點輕敵，飛得太低，所以才會遭這種肩射型武器擊落。那如果說這段時間伊朗有機會會有這個可以補充武器，我認為他現在最欠缺的反而是制空的武器。他可能沒有空軍的飛機，可是他是不是可以利用這機會跟俄羅斯那邊獲得俄羅斯所提供的 S-300等等這款武器？我覺得這是他最需要的。那之所以這場在目前停戰的這個結果會多少？我認為停戰時間不會多久別人可能認為是停戰，但是我認為這時候雙方正在裝彈夾的時候，這個就像是作戰的時候，你這個子彈打光了，一個彈夾子彈打光，你要重新裝填彈夾。是，那這個時間是不是這個時候，尤其是說美國的可能性更高？我舉個例子來講譬如說美國，我們知道他對這個伊朗所發射的攻擊型的導彈，大部分都是戰斧型巡弋導彈或者 JASSM 這2款是這個攻擊型的導彈。那防禦型的大概愛國者3或薩德屬於防禦型。那攻擊型的導彈你知道嗎？美國打了這一次到目前為止打了850發。那這種導彈戰斧巡弋導彈一定是從船上面發射的嘛，或者是潛艦上面發射。那發射完以後，這個船要回到港口才能夠再重新裝填。你不是說我隨時從陸地就可以發射。所以這段時間是不是美國的艦艇的這個戰斧已經發射光了？它必須要靠港重新再裝填。那另外第二個，我們看到這個 JASSM 也是一樣它這個空射型導彈現在它整個庫存大概只剩下450枚左右從戰前的2000枚到現在450枚，可見的美國已經不足了。那按照媒體的說法，它這批導彈最多只能在做17架次的攻擊，所以說我認為美國這個極可能在這段時間是在做彈藥的補充。等它補充完以後布希號也到達戰場之後，可能這場戰爭又會重啟戰火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了解。好，酈將軍幫我們分析認為這個短暫的和平其實是非常不穩固、非常脆弱的，大家都是在蓄力一個重拳，可能就要往對方的臉上再揮下去了。好，剛剛有提到中國在這一次的居中斡旋呢，扮演一個公道伯的角色。現在有更多的跡象顯示那確實在這個我們雖然說現在是2週啦，但會不會這麼久，我們要持續觀察。但無論如何，目前的停火能達成呢，中國有出一份力，因為伊朗的官方公開表態呢，感謝中國在這個戰爭的第1天就來持續推動和平的進程。那巴基斯坦總統也感謝中國發揮了這個建設性的作用，就連非常愛酸中國大陸的川普這一次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助力之下確實有幫助伊朗回歸到這個談判桌上。那當中的關鍵人物呢，就要講這個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了，他當然很關鍵，因為媒體揭露王毅在短時間內狂打了26通的電話。好，這個奪命連環扣的目的就是各方協調，因為其實要談的不只是2個主事國，還有很多周邊的一些其他國家來共同交涉，然後濃縮出了他認為能夠穩定中東，或者中方立場認為能夠穩定中東的5點倡議。王老師，我想問你，怎麼看王毅這個奪命連環扣26通肯定是打給很多人了。那穿針引線促成這個和平的契機，還有當美國這個主事者最愛扮演世界老大這個主事者，現在也深入到這個戰爭的泥潭裡面的話，現在是不是世界警察的角色好像變成有點是中國大陸了？我要川普覺得他才是世界警察了那而且川普認為伊朗之所以願意答應停火，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促使。那王毅沒有狂打了這個形容有一點誇張，因為戰爭其實打了很久。他是打了相當多電話。最早我記得他是跟埃及的外交部長
然後呢，沙烏地阿拉伯都表達說他要派中東特使，所以如果我們把中東特使應該叫翟瑞，好，那在這個穿梭以及他打的電話加進去的話，那可能就不止26通了。那王毅後來最重要的關鍵，他也和伊朗的外交部長通了電話，那這個已經到了後面3月底的時候。最重要的是，當巴基斯坦、埃及跟土耳其開始3國在做穿梭外交的時候呢，他和巴基斯坦聯繫，然後呢公布了一個公開的5點這個倡議。那這個5點倡議呢，我們現在看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巴基斯坦還是伊朗還是海灣各國，特別是美國，大概都在這個基礎上達到今天的停火。雖然這個停火現在其實還不需要太樂觀，因為總是會有一些要調試，比如說以色列還是在打真主黨，比如說到底伊朗可不可以擁有發電用的濃縮鈾啊？這類問題都還是會造成將來可能無法真正的和談，而且和談怎麼進行？面對面還是在透過巴基斯坦穿梭外交？但是呢，我剛剛講這5點，哪幾5點呢？第一個他說立即停止敵對行動，那就是停火嘛。對哦。第二個，盡快開啟和談。這和談我說不一定面對面呢，透過巴基斯坦，現在已經開始，雙方的10點啊、5點啊都已經透過巴基斯坦。第二點，確保非軍事目標安全啊，這個很重要，你不可以摧毀一個文明啊。到底是伊朗文明會被摧毀，還是美國霸權文明會被消滅衰退呢？所以當川普講摧毀一個文明的時候，這個就很緊張，大家都在責怪。所以你不可以去針對非軍事目標，也就是針對所謂能源的這些攻擊，確保航道安全，那這個很確定的。第5個，確保聯合國憲章的首要地位，那就是基本的國際秩序跟國際法的架構。那後來在聯合國的時候呢，巴林想要通過一個法案，說用軍事的方式來去維護荷爾木茲海峽的通航，結果被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聯手給否決掉。因此呢，就表示凸顯這個東西。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中國大陸在背後的這個整個外交的穿梭才是真正的關鍵。你甚至可以看到後面的時候呢，基本上其實是美國跟中國在做外交上的拉鋸，以及在中國大陸透過他的表達之後，對於巴基斯坦跟伊朗能夠去參與到和談的一個支持。是。好，謝謝楊老師的分析哦。那節目待會回來，我們要繼續討論剛才提到很重要的，各方都很關注的荷爾木茲海峽的安全通行與否。當然很重要，但是錢也很重要。現在美國憑什麼跳出來想跟伊朗做這個通行費的分賬呢？還有石油人民幣、電力人民幣的能源布局，在中東戰爭這場契機之下，能夠找到生長的土壤嗎？我們待會回來告訴你。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